第12章，全靠电力。先生，船长指着挂在他船舱墙壁上的仪器说道，这些是鹦鹉螺号航行所需的设备。在这里，就像在大客厅一样，这些仪器始终在我眼前，能向我指示处在海洋中央的精确位置和方向。有些仪器您已经认识了，比如显示鹦鹉螺号内部温度的温度计，测量气压，并预测天气变化的晴雨表，指示大气干燥程度的湿度计，混合物分解时预告风暴来临的风暴仪，指示航向的罗盘，通过太阳高度告诉我纬度的6分仪，帮我计算经度的精密计时器，以及最后，当我鹦鹉螺号浮出水面时，用来了望海平面各个方向的日夜两用望远镜。这些都是航海家常用的仪器。我回答说，我知道它们的用途，但是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器，无疑是为了满足鹦鹉螺号的特殊需求。那个指针在移动的镀盘，不就是压力计吗？确实如此，当它与水接触时，便能显示外部水的压力，从而告诉我的设备所处的深度。那些非常独特的探头呢？这些是温度探测器，它们能指示不同水层的温度。还有那些我猜不出用途的仪器呢？教授，关于这一点，我需要向您解释一下。尼摩船长说，请您听我说。他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道，有一种强大、听话、迅速、便捷的动力，它能适应各种用途，并且像主人一样统治着我的船，一切都通过它来完成。它照亮我，温暖我，是我机械装置的灵魂。这种动力就是电。电，我惊讶地叫道。是的，先生。但是，船长，您的船拥有极高的航速，这与电力似乎不太相符。到目前为止，电的动力潜能一直非常有限，只能产生很小的力。教授，尼摩船长回答说，我的电和大家所知道的电不一样，我能告诉您的就只有这些了。我不会再追问了，我只想对这样的成果表示惊讶。但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，如果您觉得冒昧，可以不回答。您用来产生这种神奇动力的材料一定消耗很快，比如锌。既然您与陆地没有任何联系，您是如何补充的呢？我来回答您的问题，尼摩船长说。首先，我要告诉您，海底存在着锌矿、铁矿、银矿和金矿，开采这些矿藏当然是可行的。但我并没有求助于陆地上的金属，我只想从海洋中获取生产电力所需的材料。从海洋中？是的，教授，而且我并不缺乏获取手段。实际上，我本可以通过在不同深度的2根电缆之间建立电路，利用它们所经受的温差来获取电力，但我更倾向于采用一种更实用的系统。是什么系统？您了解海水的成分，每1000克海水中含有 86.5% 的水，大约 2.66% 的氯化钠。此外，还有少量的氯化镁、氯化钾、溴化镁、硫酸镁、硫酸钙和碳酸钙。您看，氯化钠的含量相当可观。那么，我正是从海水中提取这种钠，用它来组成我的电池元件。钠？是的，钠与水银混合，形成一种汞齐，可以替代本身电池中的锌。水银永远不会消耗，只有钠会被消耗，而大海会为我提供钠。我还要告诉您，钠电池应被视为能量最强的电池，因为它们的电动势是锌电池的2倍。船长，我理解在您的情况下钠的优点。海里含有钠，很好，但是也必须制造它，或者说提取它。您是怎么做到的？显然，
您的电池可以用于提取，但是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电气设备所需的钠消耗量将超过提取出来的量，因此结果会是，为了生产钠，您消耗的会比得到的更多。所以我不用电池来提取钠，我只是利用陆地煤炭的热量。陆地煤炭，如果您愿意，可以称之为海底煤炭。尼摩船长回答道。您能开采海底煤矿吗？阿隆纳斯先生，您会亲眼看到的。我只请求您托大耐心，因为您有的是时间。请记住这一点。我的一切都归功于海洋。海洋产生电，电为鹦鹉螺号提供热量、光明和动力。简单说，就是生命。但不是您呼吸的空气吧？哦，我本可以制造我消耗所需的空气，但这没有必要，因为我随时可以浮出水面。虽然电力不能直接提供我呼吸的空气，但它至少能驱动强力气泵，将空气储存在特制的储气罐里，这使我可以在必要时随意延长在深水层停留的时间。船长，我不得不表示钦佩，您显然已经发现了人类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发现的东西——电的动力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发现，尼摩船长冷淡地回答。无论如何，您已经知道我应用这种宝贵动力的第一个例子了。它以太阳光所不具备的均匀性和持续性照亮我们。现在看看这个钟，它是电动的，走时精准，堪比最好的精密计时器。我把它分成了24个小时，像意大利的钟表一样，因为对我来说，没有白天黑夜，没有太阳月亮，只有这人造的光，伴我深入海底。您看，现在是早上10点。的确如此。电力的另一个应用，我们面前的这个镀盘，用来指示鹦鹉螺号的速度。一根电缆将它与继承仪的螺旋桨连接起来，它的指针指示着船的实际航速。您看，此刻我们正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适中速度前进。这太神奇了！我看您正确地运用了这种注定要取代风、水和蒸汽的动力。我们还没结束呢，阿隆纳斯先生。尼摩船长站起身说：“如果您愿意跟我来，我们将参观鹦鹉螺号的船尾。”实际上，我们已经看过了这艘潜艇前部的所有部分，从中部到船首的精确划分如下：5米长的餐厅，通过一道防水隔板与图书馆隔开；5米长的图书馆，10米长的大客厅，通过第2道防水隔板与船长室隔开；5米长的船长室，2米半长的我的船舱，以及最后一个直达船首的7米半长的储气舱，总共35米长。隔板上装有通过橡胶密封装置严密关闭的门，确保在发生进水时鹦鹉螺号的安全。我跟着尼摩船长沿着左舷的通道走，来到了船的中央。那里在2道隔板之间有一个类似船井的地方，一道用钩子固定在墙上的铁梯通向其上端。我问船长那梯子是做什么用的？它通向小艇，他回答。什么？还有小艇？我惊讶地反问道。当然，一艘出色的小艇，轻便而且永不沉没，用于出行和捕鱼。但是，那么，当您想登艇时，就不得不浮出水面了。完全不必。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船体的上部，占据一个专门为它设计的凹槽。它有甲板，完全防水，并用坚固的螺栓加固。这架梯子通向小艇侧壁上的一个舱口。我通过这个双重开口进入小艇。我先关闭一个开口，即鹦鹉螺号的开口，然后用压力螺丝关闭小艇的开口，松开固定螺栓，小艇便以惊人的速度升到水面。然后我打开一直严密封闭的甲板舱盖，竖起桅杆，升起帆，
或者拿起船桨，就可以出游了。那您怎么回到船上呢？不是我回去，阿隆纳斯先生，是鹦鹉螺号回来。听从您的命令。是的，一根电缆将我们连接在一起，我发一个电报就行了。的确再简单不过了，我惊叹道。走过通向平台的梯子井后，我看到一个2米长的小房间，孔塞伊和内德兰德正兴高采烈地享用着他们的午餐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然后一扇门打开了，我们进入了厨房，大约3米长，位于船上宽敞的储藏室之间。在那里，电力比煤气本身更强大、更听话，为烹饪提供了所有必须的能量。通向炉灶的电线为铂金炉盘提供热量，这些热量均匀分布并规律保持。电力还加热着一些蒸馏器，通过蒸馏提供优质的饮用水。厨房旁边是一个设备齐全的浴室，水龙头可以随意提供冷水或热水。厨房后面是船员舱，大约5米长，但是门关着，我没能看到里面的情况。这或许能让我了解操纵鹦鹉螺号需要多少人手。最里面是一道将船员舱与机器舱隔开的第4道防水隔板。我们穿过一扇门，我发现自己身处船长尼摩，无疑是一位一流的工程师，布置其动力装置的舱师。机器舱灯火通明，至少有20米长。它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装着产生电力的元件，第二部分则是将运动传递给螺旋桨的机械装置。一进去，我就被弥漫在舱室里的奇怪气味惊到了。尼摩船长注意到了我的反应。这是使用那产生的气体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他说，但这只是个小麻烦。此外，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通过在户外通风来净化船只。我带着可想而知的兴趣，仔细查看着鹦鹉螺号的机器。您看，尼摩船长说，我用的是苯生电池，而不是卢姆科夫电池，后者没什么用。苯生电池数量不多，但强大有力。根据我们的经验，这更重要。产生的电力被输送到船尾，在那里，通过大型电磁铁，作用于一个特殊的杠杆和齿轮系统，将运动传递给螺旋桨轴。这个螺旋桨直径6米，半径7米半，每秒可以转动120转。这样您就能获得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。这里面有个谜，但我没有坚持追问，电力怎么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作用？这种几乎无限的力量源自何处？是源于通过特殊线圈获得的极高电压吗？还是源于某种未知的杠杆系统，可以将其传递放大到无限？这些都是我无法理解的。船长，我看到了结果，也不试图去解释它们。我曾见过鹦鹉螺号在亚伯拉罕·林肯号前灵活操控，我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，但仅仅跑得快是不够的，必须知道去哪里，能够向左或向右，向上或向下操纵。您是如何下潜到巨大深度的？在那里，您会遇到不断增加的高达数百个大气压的阻力。您又是如何浮上水面的？最后，您是如何在最适合您的水层保持稳定的？我这样问是否冒昧？绝不冒昧，教授。船长稍作犹豫后回答，既然您永远不会离开这艘潜艇，请跟我到大客厅去，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室。在那里您会了解到所有关于鹦鹉螺号的秘密。